在一场多元宇宙战争之后，时间守护者成立了 TVA 时间变异管理局。为了和平，他们重组多元宇宙时间线，让一切都按照所重组的路径运行。这条路径被称之为神圣时间线。神圣时间线不可侵犯，任何偏离者将会受到 TVA 的制裁。关联事件能量奈克瑟斯值是追捕者们唯一的行动限制。奈克瑟斯值越高，就意味着时间线越无法重置。在数值变高前抓捕时间犯， TVA 才能够借助重置器保护神圣时间线的走向。复联4中，复仇者回到2012年寻找无限宝石，阴差阳错把宇宙魔方送到洛基脚下。洛基借助空间宝石逃离现场，很快就因为神圣时间线而被 TVA 逮捕。作为阿斯加德的三公主，洛基非常自负，起初他并没有把 TVA 放在眼里，可当看到满满一抽屉的无限宝石时，洛基麻木了。Is this the great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随后他在莫比乌斯的带领下提前观影了雷神2、雷神3和复联3，发现自己的命运就止于此。洛基决定不再反抗，在他生命的最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宠爱和重视，也不必再去为了掩饰心里的脆弱而去伤害别人了。莫比乌斯从法官拉夫纳手中救下洛基，原因是 TVA 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有名时间犯杀了他们很多追捕者，对方每次都会带走 TVA 的重置器。在最近一次调查中，莫比乌斯从一个女孩手里得到了一包口香糖，这是时间犯留下的唯一物证。他需要洛基帮助 TVA 逮捕此人，因为这个时间犯的名字是洛基。之后，洛基更深入地了解了一下 TVA 的规矩，分钟小姐不厌其烦地为他科普着一系列知识。洛基百无聊赖看起了莫比乌斯收藏的杂志。Are you recording or are you alive? Sort of both. Oh, hey, quit it! That is not nice. Jerk. 此时，莫比乌斯走了过来，换上衣服，有任务了。Good. Yeah. Smart. 事件发生在1985年的一条时间分支上，追捕者 C20 带队前来缉拿时间犯，他们不幸中了对方的圈套。C20 被控制后，向队友重拳出击，小队全军覆没。C20 被活捉，重置器和读取器皆被时间犯带走。又是变体洛基在搞鬼啊！此次洛基的介入让 TVA 很多人都不爽，为什么要让一个时间犯去抓另一个时间犯？洛基不在乎流言蜚语，全当你们在夸我了。目前TVA 还无法确定这个变体洛基来自哪里。多元宇宙里存在着各种洛基，有接位约蒙海顿的，有踢球的，还有凶贵洛基。但始终不变的是他们的主要能力：变换外形和制造分身。洛基特意解释了一下分身的好处都有啥。Whereas duplication casting entails recreating an exact facsimile of one's own body in its present circumstance. 行，我们都知道了，给他拿包金克拉，我们即刻就出发呀。他们来到了1985年的分支，洛基询问莫比乌斯为何不在事情发生前出手阻止，得到的回答是分支已经在加剧变化，不能雪上加霜。现场的奈克瑟斯值已经在升高，给他们留的调查时间不多了。B15命令众人进行地毯式搜索，但行动被洛基叫停了。他和时间犯都是洛基，拥有相同的本能，那便是识破轨迹的敏锐洞察力。尽管奈克瑟斯值已经接近峰值，但莫比乌斯还是想给洛基一个分析的机会。洛基说道 TVA 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喜欢低估别人，总是觉得时间犯都是无脑的低等物种，这就导致你们一次又一次失败。不出意外的话，变体洛基设下这个圈套是在等自己。他向莫比乌斯提出要见时间守护者， TVA 有麻烦了，秒的差点你给骗了。莫比乌斯转身就走，并重置了现场的一切，拯救 C20 的行动宣告失败。莫比乌斯找到了拉夫纳，作为 TVA 的最高审判官，拉夫纳是直接服务于时间守护者的，地位不言而喻。他指责莫比乌斯盲目信任一个时间犯，洛基就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滑头，不可能成为解决案子的关键。而莫比乌斯认为得给洛基一些机会，只有洛基才了解洛基，这是抓捕对方的最大优势。拉夫只能警告莫比乌斯要留个心眼儿。时间守护者们对这案件很上心，他们似乎对那个变体洛基很在意，所以千万不要搞砸了。莫比乌斯只能保证若有情况自己会亲手抹除洛基，但总归也是为他赢得了一次机会。洛基赶紧跑上去解释刚刚的话，想抓住一个骗子你就得成为一个骗子，你说我刚刚闭嘴，你什么时候成话痨了？莫比乌斯直接摊牌了，别想着见时间守护者靠花言巧语忽悠他们，你只有2条路可以选，要么帮我抓住那个时间犯，要么就去接受 TVA 的审判。我之所以保住你，是因为在看到你那无助的状态下心软了，所以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
莫比乌斯带他来到了档案馆，想让洛基以洛基的角度翻阅一下记录，看看能否发现我们察觉不到的关键点。枯燥又无聊的档案，洛基只能靠自言自语打发时间。Hi. Hello. Can I help you? 他想和管理员借一下关于 TVA 创建史和时间的文件，但因为权限不够无法得手，管理员只能把洛基自己的文件给了他。当洛基看到诸神黄昏事件时，眼睛瞬间有些模糊。阿斯加德毁灭，现场没有检测到时间犯的能量。洛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连忙打断了莫比乌斯的进食。我知道变体洛基在哪儿了，对方一定藏在末日之中。你们 TVA 存在着一个巨大 bug， 就拿诸神黄昏为例，索尔特尔最终摧毁了一切，也就相当于摧毁了这条分支。在这分支被摧毁前回到过去，不管做什么都不会产生奈克瑟斯值。 Let's say, push the Hulk off the Rainbow Bridge. 因为这条分支注定是要消失的，也就不会干扰神圣时间线，所以 You. Nice to see you. I just need this for a second. 所以变体洛基可以躲在任何一个类似的末日里，前提是这个末日的分支注定要毁灭。只要在这种前提下，就可以完美规避 TVA 的追踪。莫比乌斯如醍醐灌顶啊！但转念一想，你不会是想把我骗出去，然后捅我一刀吧？ I never stab anyone in the back. You've literally stabbed people in the back like 50 times. I never do it again. 为了印证洛基的理论，两人来到了庞贝古城。维苏威火山喷发的前夕，庞贝末日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印证理论最为合适了。洛基冲进人群，放走了所有羊，大喊着：“我们来自未来，很高兴能通知大家，你们要死了。”维苏威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来自未来。说完，火山猛烈喷发。Nothing matters! Nothing has any consequence! 莫比乌斯盯着手中的读取器，奈克瑟斯值几乎为零。按理说，洛基这么做等于泄露天机了。看来这家伙的猜想是正确的。他们立刻回到了 TVA， 着手寻找时间犯可能停留的末日分支。精神头全被档案给整没了。两人去别处散散心，聊起莫比乌斯那本杂志。洛基好奇他是不是想骑摩托艇啊？莫比乌斯回答是。他很想尝试一下在海上驰骋的感觉，但 TVA 的人是无法享受生活的，骑架摩托艇都会影响神圣时间线。你就这么相信创立你们的那仨魔法蜥蜴设计的规矩吗？莫比乌斯反问洛基：“是谁创造的你？”洛基第一个想到的是冰霜巨人。又是谁养育了你呢？奥丁？那他们又是怎么被创造的呢？深究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啊！我们活着是有使命的，不管是什么，只要你相信它，它就是真的。洛基懒得跟他争论这个问题啊！既然一切都是注定的，那还谈何自由意志？无期限的为 TVA 打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知道，秩序和混乱是并存的，没有纯粹的坏人，也没有纯粹的好人。说到这儿，莫比乌斯突然想起了口香糖，是变体洛基留给一个受惊吓的小女孩的。这样一来，他们大大缩小了范围。You're very clever. I know. 此款口香糖比较特殊，只在2047到2051年的地球上贩卖过。只要在这个时间线内找到一场注定会发生的末日分支，这场分支还必须是毁灭性的。洛基找到了2050年的一场飓风灾害，需要的条件里面应有尽有。 You're gonna take my job if I'm not careful. 莫比乌斯立刻向拉夫纳申请批准，他要带一批精锐到2050年的阿拉巴马州缉拿变体洛基。你跟我说这个计划是洛基想的？莫比乌斯，你是不是疯了呀？见他激动到不行啊，拉夫纳只能同意，但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Just in case. Absolutely not. B-15担任本次的作战指挥，他们要前往的地方是一家大型超市，这里是飓风期间民众的避难所。虽说注定发生的末日不需要担心奈克瑟斯值，但对手拿走了太多重置器，会做出什么不得而知。他们只有一个要求，见到变体洛基直接抹除。阿拉巴马州2050年，这是10级末日。众人冒雨来到大型超市，距离彻底毁灭还有段时间。 The hell was that? 莫比乌斯准备和洛基一起行动，但被 B-15阻止了。他得亲眼盯着洛基，以防万一。 You can trust me. Why is it the people you can't trust are always saying, trust me?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变体洛基看到了。在绿之区，
洛基和比奥武遇见一个买花的男人，这暴雨天你来买花，别解释了，直接铐上吧。比奥武上前直接被变体洛基附体，两个洛基不需要太多话交流。莫比乌斯这边来到了难民营，手下们暴力检查着百姓包里的重置器，言语过激，行动过激，这让莫比乌斯非常不满。很快他们发现了被抓走的 C20， 女人早就被吓疯了，嘴里一直念叨着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说出去了，我把时间守护者的位置说出去了。变体洛基讽刺洛基在为 TVA 办事，还以为他们找了个更高级的洛基来抓自己呢。随后他附体到了另一个人身上，继续带着洛基瞎逛。不管用什么激将法，变体洛基都没有露出真容，洛基只能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获得 TVA 的信任可并不简单呢。之前在1985年我为你争取了离开的时间，诚意十足了，所以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推翻时间守护者？变体洛基没有答应，他对 TVA 没兴趣，沉迷在自己的角色扮演里。God, now I understand why Thor found this so annoying. 两人继续走着，洛基想知道对方真正的目的，当他发现周围藏满了重置器时就想通了。你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的？口香糖是你故意留下的。变体洛基附身大汉，对洛基发起了攻击，这小身板被人打得飞来飞去。Hi. 与此同时，比奥武醒了过来，他连忙与莫比乌斯碰头，莫比乌斯都对他无语了。此时变体洛基已经定好了时，还得多谢洛基为他拖延时间。洛基终于忍无可忍，大喊着：你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This isn't about you. 终于，女洛基现身了。时间归零，女洛基拿到重置器，同时启动，被米努特门传送到了各个地方。0时区内，神圣时间线遭到袭击，无数个分支诞生。办公室里的拉夫纳意识到了麻烦，抄起家伙出动。女洛基斜了一眼洛基，直接走进了米努特门。随后，莫比乌斯正快速冲来，犹豫片刻，洛基也走了进去。按照这个套路下去，女洛基并非坏人，但第二集挖的坑也有点多呀，后期填不上来，恐成猎鹰与冬兵啊。其实通过洛基的对话，我们能够看出 TVA 内部有很多问题，所有员工自认为高人一等， They're about to die. They should be scared. 认为时间守护者所立下的规矩绝对正确，包括莫比乌斯在内，他们从未想过没有 TVA 的生活是怎样的，连摩托艇都不敢去骑，担心扰乱神圣时间线。可以说每个人都被洗了脑啊！从一开始 TVA 就自诩在守护多元宇宙，却还是建立了所谓的神圣时间线，容不得任何人侵犯。这自相矛盾，都遵照他们的时间线，岂不是也在阻止多元宇宙的诞生？又或者说，时间守护者根本不存在，背后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势力在养猪。总而言之，我相信在结局时，神圣时间线会被彻底颠覆， TVA 必然垮台，或者是更换领导，借此引出真正的多元宇宙。也不排除洛基扮猪吃老虎。剧中，洛基找到飓风灾难资料时，莫比乌斯说了句：“我得当心你以后抢了我的饭碗。”按照这尿性，看似玩笑话，也许已经剧透了结局了。各位啊，发挥下想象吧。拉夫纳的身份也是个谜，究竟是否跟康有关，全看编剧心情。但可以确定，作为前追捕者 A23号，拉夫纳绝不是一个只会文的法官。期待更精彩的后续啊！漫威的片子也别去猜，猜来猜去啊，显得自己很呆。我是瓜皮儿，下期见。